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四寒假社会实践，我选择在自家集团当保安。霸总哥哥十分不理解，但也随我喜欢。然而上岗的第一天，就碰上来实习的同学叶磊。他见到穿保安制服的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向来眼高于顶的你，居然变成看门狗。乖，开门。我冷冷扫他一眼，没带工牌不能进。叶磊的笑容顿时僵住，脸色难看。我可是苏总亲自请回来的，你敢故意为难？快开门！说完，他伸手想推我，我直接给他来了个漂亮的旋风踢。叶磊一个踉跄，摔成狗吃屎。他在地上嗷嗷叫，我讥笑道：“到底谁是狗？正所谓先聊者贱，是他自找的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围传来一阵低笑，叶磊涨红脸，赶紧站起来，晚点再和你算账。现在我要赶去上班。我补刀，既然是苏总亲自请回来的，还怕迟到呀？人群的笑声更大，他更羞恼。我这是遵守公司规定，那我也是遵守公司规定。我迅速反驳，叶磊气得不行，大声嚷嚷：“干什么？以为你也姓苏，就把公司当自己家？我就不信，除了你没人能帮我开门。”说完，他随即拉住一个路过的同事，要人家给他刷卡。但同事见他一副要闹事的模样，哪敢给他开？叶磊连找几个同事，无一例外都拒绝他。他急忙拿起手机，却打不通人事专员的电话。为了不迟到，叶磊只得暂时放低姿态，努力挤出假笑：“月，我来苏氏集团实习的事，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”当然知道。他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告诉全世界，因为我是第一天来，所以没有工牌，请你通融下。我双手抱臂，但你刚才骂我，对不起，我才是狗，满意吗？叶磊咬牙切齿，那叫几声来听听？我不依不饶。叶磊压住怒火，小声叫：“汪汪汪！”我扑哧一笑。此时手机忽然响起，是哥哥，等会有客户要来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别闹太过火。与此同时，保安队长也走过来。苏总助理说：“不要再堵住门口，放他进去。”叶磊喜不自禁，苏总竟然留意到我被为难，特地帮我。看他那表情，不知脑补了什么情节。我慢吞吞地靠到一边，队长帮他低卡开门。叶磊趾高气扬地迈进门，仿佛是苏总亲手给他开的。经过我身旁时，他低声挑衅道：“我和你没完。”上班早高峰过后，队长让我回监控室值班。监控室已经有2个保安在，其实并不需要我，但队长知道我是被某个关系户放进来实习的，所以给我一个闲岗。我拿出哥哥助理刚才悄悄给的咖啡面包，悠闲地边吃边看监控。然而只扫了几眼，我就发现叶磊的身影。果不其然，他因为迟到10几分钟，被部门的张主管骂得头都不敢抬。直到张主管扬长而去，他才垂头丧气地坐回工位上。我看得津津有味，手上的早餐也变得格外好吃。叶磊气不顺，拿出手机快速打字。没一会，我的手机传来信息提醒声，打开一看，叶磊在大学群里发了张自拍，而我出现在背景里。很快有眼尖的人注意到并艾特我：“苏新月，你居然去当保安！”没等我回答，叶磊便假装着急：“哎呦，超过时间撤回不了，大家别点开看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他的那几个狗腿子来劲了。堂堂重本的大学生，竟去当个破保安，简直丢我们学校的脸。就是正因为有这种没底线的人，
应届生的工资才会越来越低。某些人除了脸好看些，实际上一无是处，还好意思拒绝前途无限的磊哥。看在磊哥的面子上，我勉强让你在我爸公司当个倒茶小妹，比做保安强。监控中的叶磊露出得逞的笑，似乎这样就能将我的自尊踩在地上碾压。叶磊假惺惺装好人，你们别这么说他，职业无分高低贵贱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，自然干不同的活。他的言语间是掩饰不住的优越感，还摆拍桌上的文件，显得自己多受重视。某个狗腿子插话，该不会是某人听说磊哥被招去苏氏集团，特地追着去的吧？后悔了。群里一片起哄，叶磊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人家是女孩子，你们说话注意点分寸，心里知道就行。有同学看不过眼，人家想做什么工作是人家的自由，你们叽歪个什么劲？嘴真碎。况且叶磊也只是去实习而已，又不是飞升总裁，有什么可得意？这同学简直是我的嘴替。此时我终于找到集团保安训练时的照片，直接甩上群。他们几乎都是退伍军人，个个高壮威猛，身手矫健。我就问问你们几个当中，有谁能面试得上苏氏集团的保安？别以为自己书读得不错就高人一等，你们连当保安的资格都没有。舍友们帮着我，完全比不了。他们那干瘦的身材，挨一拳都得躺一周。你们既然看不起月月，那就晒晒自己实习做什么工作，让大家开开眼。狗腿子们瞬间不吱声，而叶磊不甘心，还在蹦跶。你们女的就是肤浅，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和他们没有可比性。接着又将矛头指向我。苏新月，那你又是怎么面试上实习保安的？我干脆将跆拳道黑带证书和一些比赛奖状发上去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够不够资格？假的，不可能。叶磊依然嘴硬。我回复，看来早上踹你的那脚已经不疼了，既然如此，来找我切磋。说完，我反手把他被主管骂得狗血淋头的照片也发出。不过你应该没时间，毕竟刚被上司重视完。群里嘲讽声四起，叶磊私聊我，快撤回。我阴阳道，爱之深责之切，骂也是重视的一种。我在帮你说话呢。手机不停传来信息声，我没有再回复，任由他自己在群上解释。我之所以来集团做保安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哥哥不肯直接帮我开实习证明，非要我在集团选个岗位锻炼，于是我随手选了做保安，没有压力和办公室政治，很适合躺平。而叶磊是在校招活动时被招进来短期实习的，那次哥哥恰好去视察工作，循例给了他几句鼓励，没想到被叶磊理解成总裁特别赏识他，愿意重点培养他。不过他会这么想也不奇怪，毕竟他总是迷之自信，以为自己成绩好，长得不错，就是万人迷。只因我无意中多看了他几眼，便认定我暗恋他，于是当众向我表白，以为我会欣喜答应，却遭我礼貌拒绝。从此他为了强行挽尊，不停在我面前刷存在感，让我烦不胜烦。午饭时间，我被哥哥喊到办公室一起吃饭。哥哥比我大12岁，从小比爸妈还宠我。你就这么让我上来，不怕被人看见？我往嘴里塞牛肉，哥哥敲敲我的头，我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光的？你早上怎么回事？事情被我简单说出，哥哥越听越皱眉。你和他有过节不早说。我无所谓道，那时候他已经收到实习通知了，出尔反尔，对集团影响不好。
而且我也想让他明白，自己到底是天之骄子，还是不过如此。一连几天，叶磊都没心思找我麻烦，因为集团年初要举办的开工动员大会，由他的部门负责。叶磊为了出头，自然事事主动，但毕竟是实习生，主管只让他打印名牌和资料，他闷闷不乐，却依然在群里装模作样，说自己在接触部门核心工作。我懒得拆穿他，全当每天茶余饭后的笑料。早上，我在影印室打印新的排班表，冤家路窄，碰到叶磊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女孩，工牌上写着实习生苏婉。她长得高壮，五官硬朗，与名字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苏婉上下打量我，嘟囔道：“她就是你说的保安前女友。”我不是他的前女友。我不满地更正。叶磊转移话题：“以前的事不用再说，反正你我缘尽。”然后他将手上的 U 盘交给苏婉：“婉婉，帮我打印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忙。”苏婉乖乖点头，眼睛亮晶晶看着他。叶磊刚迈出门，我也正好打印完，转身欲走。苏婉拉住我：“喂，小保安，你别走，等会给我搬打印的资料。”我狠狠拍开他的手。苏婉惊声叫痛：“你那么粗鲁干嘛？吃醋了？可惜他已经不喜欢你。”我没好气：“这种宝贝自己留着吧，没人稀罕。”值班时间快到，我不想和苏婉继续争辩，他却再次挡路：“你那么着急，是想追上他，与他旧情复燃吗？”我忍不住笑出声，这两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同样喜欢脑补。苏婉气急败坏：“笑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打他主意，我可是姓苏的。所以呢？”我饶有兴致望向他，他叉着腰蛮横道：“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滚出苏氏，不自量力。”我嘲讽完，直接用肩膀撞开他走出门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投诉电话打到保安室，队长挂了电话后，头痛对我说道：“有同事投诉你不履行保安的职责，还故意撞伤人，要求公司辞退你。”苏婉虽放下狠话，但她能做的仅限于此。我敲着脚，吃着助理刚送来的新鲜车厘子。你看我有可能被辞退吗？这几日助理频繁给我送食物，显然我是总裁的关系户，但是他投诉了，我也不能完全不处理。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你为难的。队长闻言勉强点点头，然后出去巡逻。正值午饭时间，保安室只有我一人值班。我准备打给哥哥，忽然一个人影冲进来，猛地将我的手机拍飞，紧接着使劲把我从位置上拽起，语气凶狠：“给婉婉道歉。”定睛一看，来人是叶磊，后面还跟着双眼哭红的苏婉。我一点都不惯着，反手将他过肩摔，结结实实的压倒在地。叶磊痛得直叫，我拍拍他的脸：“帮人出头是需要实力的，很明显你没有，却来招惹我。”苏婉跑来想扶起他，被我一个眼色扫过去，他顿时停住动作。叶磊指着我：“一个小小实习保安，竟敢如此嚣张对我们这些精英实习生。”他对苏婉附耳低言，然后他摸出电话，不知发了什么信息。没等我反应，10几个实习生就闻讯而来，将我围堵在保安室。叶磊迅速锁门，步步逼近我，他满脸得意：“苏新月，你再能打得过我们10几个人吗？快给我和婉婉跪下道歉！”我皱眉对实习生们说：“你们疯了，搭上自己转正的机会陪他发癫。”叶磊怕他们动摇，连忙煽风点火：“他不仅在打我脸，还是在打你们的脸。底层员工凭什么不尊重未来高管？”我冷笑：“
他们是不是未来高管我不知道，但你绝对不是。白日做梦，叶磊握紧拳头，你说话可真难听。来人赏他一巴掌。实习生们面面相觑，不敢真动。我看着尴尬的叶磊大笑，他被惹怒，一字一句道：苏婉刚和我说过，谁敢动手，他就让谁直接转正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！他谁呀？大家可别白白被人当枪使。我不屑道。叶磊哼声，他姓苏，你说他是谁？你难道不知道苏总有个大学生妹妹？我白眼翻上天，那我也姓苏啊！叶磊哈哈大笑，苏总会安排亲妹妹做低级的保安，苏婉可是在核心部门当助理。哦，我紧盯着苏婉，所以你是苏总的妹妹？被叶磊拉着手的苏婉神色不自然，当然，听到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转正名额有限，我已占一个。叶磊怂恿大家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忽然一阵疼痛传来，有人趁我不备在身后踹了我一脚。对不住，我真的很需要转正机会。好样的，转正一个！叶磊高呼。不少人开始表情发狠，蠢蠢欲动。有一就二，我绝不能给他们好欺负的错觉。于是我快速转身，给那人来个后踢腿，并一脚踩他身上。清醒点！这一踢的力度不小，那人脸上瞬间出现十分痛苦的神色。之所以那么用力，是因为我在杀鸡儆猴，不然还会有人想动我。大家没料到我身手不错，一时间呆住。我趁机突破人群，用手精准夹住叶磊的脖子。叶磊被吓得面无血色。你敢动我？一旦你被辞退，实习证明可就没了。我嗤笑。苏氏集团的实习证明，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但你的命似乎只有一条。苏婉大叫：你们上啊！那么多人，难道收拾不了他一个人？刚被我踢的人还倒在地上呻吟，其他人更加不敢上前。毕竟是大学生，又不是社会小混混，肯定会考虑前途。于是我进一步劝说，你们就算最后没留在苏氏，再找工作也不难，何必冒险留下不好的记录？其实我这人吧，挺脸盲的，倘若你们即刻走出这门，我回头绝对认不出来。但如果你们不走，时间长我就记住了，到时候我投诉到公司，甚至报警。他们越听越慌，犹豫着想走。叶磊龇牙咧嘴，难得有一步登天的好机会，你们真要放弃？被苏大小姐罩着，以后在苏氏还不是横着走？我撇撇嘴，举起一根手指，我现在开始认人喽。不少人衡量利弊后选择转身离开。叶磊对苏婉失望道：你堂堂大小姐，斗不过一个小保安。眼看只剩5个人，恋爱脑的苏婉着急挡住门。今天能为我们留下的人，我日后定会护着他。说完，他把家庭合照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不得不说，如今的照片合成技术真是成熟。苏婉看大家被唬住，嘴角上扬。那5人明显动摇，虎视眈眈盯着我，准备放手一搏。我摇摇头，看来你们对自己的能力没信心，所以才想走捷径。别听他废话，你们赶紧上，我给出3个名额。苏婉趁热打铁，一听有2人要淘汰，有人沉不住气，抄起保安室的防御棍冲向我。我看准位置，左手握住棍，右腿微撤退，在夺棍的瞬间，同时抬腿踢他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他一下翻滚在地，后面的人虽然怕，但在利益面前，还是不管不顾地接着上前。我拿出比赛时的实力，聚精会神地应对。这时门口传来砰一声巨响，住手！原来是保安队长
察觉到不对劲，强行破门。苏婉恶人先告状，故作害怕。这个实习保安因为我的投诉怀恨在心，借口约我谈谈，实际上要打我。幸好大家及时赶到救下我，但他们自己却光荣负伤。我坐在小沙发上，冷眼看他拙劣演戏，提醒道：“保安是有监控呢。”苏婉浑身僵住，叶磊却不以为然：“有监控又如何？你觉得公司是帮你还是帮他？”接着他拍拍队长的肩膀：“我劝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苏婉你惹不起。”队长感到莫名其妙，侧身躲开他：“我管他是谁，反正我会如实上报，你们就等着公司的处理结果吧。”苏婉慌张地凑近我：“你快去劝队长别上报，闹大对我们都没有好处，毕竟你也打人了。”我轻笑，纠正他的说法：“那叫正当防卫。”任由苏婉说破嘴皮子，威逼利诱，队长还是坚决将事情上报。叶磊对他的行为非常不解，苏婉便谎称家里不喜欢他惹事。我白眼翻上天，要不是担心影响明天的动员大会，我早就报警了。会议当天，我被派去现场维持秩序，才刚踏入会场，就听到张主管高声骂人，说自己是什么高材生，还看不上我安排的工作，结果做得一塌糊涂。打印前核对名牌上的职位和名字，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我手把手教你吗？看你打出来的这堆东西，职位和名字错乱的有多少张，浪费公司资源。叶磊被当众责骂，羞得脸通红，不断道歉。离正式开会还有1小时，我现在立即去补打，来得及的。张主管喊住他：“不需要，我已经安排别人做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实习提前结束。”什么？叶磊瞪大双眼，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要开了我？这点小事你都不认真做，还能做成什么大事？张主管反问。叶磊慌张失措，赶紧叫来正在忙的苏婉，带他走近。叶磊马上泼脏水：“张主管，是他的错，其实我有核对好，是他那天帮我打印时不小心将文档内容弄乱了，我哪有？”苏婉一脸愕然，但叶磊用眼神拜托他认下。叶磊之所以将错推到苏婉身上，是觉得她身为大小姐，做错没关系，但苏婉知道自己不是，当然是不敢乱认错。她支吾半天，眼睛乱瞟，忽然发现我站在不远处，于是指向我：“不是我，是那小保安，是他趁我不注意捣乱，导致名牌印错。”我很无语，昨天的事尚未了结，今天竟然还敢把锅扣我头上。哥哥刚发来信息，半小时后到会场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我故作紧张：“我没有，你们可别把事情推我头上啊！”苏婉低声利诱我：“你承认下来，实习工资我双倍给你，实习证明也不会缺。你想想，虽然昨天的事我俩都有错，但我哥肯定偏心我，让你担责。与其白白被辞退，倒不如卖个人情给我，我会记得你的好。”我假装心动：“你怎么保证？”苏婉自信道：“以我苏大小姐的身份保证。”我憋住没笑出声，戏演久了还真当自己是。张主管皱眉问我：“所以是你弄的？为什么？”叶磊以为我们已谈拢，于是清清嗓子，装腔作势：“哎，其实他们就是为我争风吃醋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会管着他们，保证没有下次。”会场的人逐渐变多，而且很多同事注意到这边的情况，尤其当叶磊说争风吃醋时，吃瓜群众的耳朵一下竖起来。苏婉小声催促我：“快向张主管认错，结束这事。”很明显，他不想引起过多的关注，
但叶磊不同，他很享受成为众人焦点，于是他继续得意洋洋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社会就是那么现实，在食物链底端的人永远斗不过有钱有权的人，你就认命吧。”张主管听得糊里糊涂，苏婉见围观的同事越来越多，更加慌乱，他索性捂住叶磊的嘴：“行了，别耽误开会。”紧接着转向我，像块木头一样站着干嘛？低头认错啊！叶磊虽有些不满，但还是收敛起来，转而掏出手机放在桌上，镜头对准我：“现在轮到你说，我来帮你拍视频记录。高傲班花为权势折腰，这标题如何？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向我道歉，为自己的有眼无珠。”叶磊得寸进尺，想顺势报自己表白被拒的仇。我可以说，你们不后悔就行。我勾唇，同时举起手中的喇叭。那我就按苏大小姐的意思，向你。等会，张主管果然喊停我。苏大小姐？谁？苏婉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，顿时惊得面如土色，全场诧异不已，议论纷纷。谁是没露过面的苏大小姐？苏婉，她和苏总长得天差地别，不可能吧？听小保安的意思，就是苏婉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！所以苏婉是因为看上叶磊，所以吃醋找小保安的麻烦，够掉价的。看苏婉手足无措，叶磊干脆来个英雄救美。苏大小姐是你们这种低级别的员工可以议论的吗？小保安就是前车之鉴，要是惹恼苏婉，职位不保。那个苏婉试图挽回局面。什么苏大小姐？胡说！苏婉，叶磊搂住她，事到如今，你没必要再低调。我用喇叭附和：是啊，你就承认呗，反正又不是假的。听到假字，苏婉打了个寒战。之前帮他和叶磊出头的实习生们正站在人群中紧盯他，如果他否认，不敢想象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。他骑虎难下，只好咬咬牙：对，我就是苏总的亲妹妹。小保安，你别磨蹭，道歉。苏婉想速战速决，不然等苏总到场，那可就难堪了。亲妹妹，哥哥的声音在此刻响起，哥哥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苏婉吓得腿软，连忙往后躲。叶磊却两眼放光，激动地走到我哥面前：苏总，您来得正好，我正为婉婉出头，教训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保安。哥哥身后的保镖闻言立即狠狠拽住叶磊衣领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揍他。保镖们平时训练有素，而且特别懂得看哥哥的脸色，替他动手。叶磊心慌：苏总，您可能没听清楚，欺负婉婉的是那个小保安，不是我。一个结实的拳头落在叶磊脸上，他的嘴角马上渗出血。叶磊凶狠瞪着保镖：你耳朵是不是聋了？苏总什么都没说，你敢打我？接着转向苏婉：婉婉，你也说句话啊，和你哥解释清楚。我轻笑：对啊，苏大小姐，帮你的男朋友向亲哥哥解释啊。在哥哥的气场威压下，苏婉忍不住跪倒在地：对不起，苏总，我不是故意冒充您妹妹的。你说什么？叶磊不敢置信：你再说一次。原来耳聋的是你啊。我嘲讽。苏婉说：她是冒充的大小姐，蠢材，怎么会呢？叶磊提高音量：她有家庭合照啊。他急切地问苏婉：是不是因为你们两兄妹吵架了？事到如今，叶磊竟然还心存幻想，看来得我亲手打破。于是我拿起投影仪的遥控，播放会议要用的幻灯片。这幻灯片开头的视频是我昨晚特地熬夜做的，
当播放到集团高管的简介时，叶磊和苏婉大惊失色，因为上面赫然放着苏家真正的全家福。照片上的我坐在 C 位，笑容灿烂，全场哗然，不约而同地望向我。叶磊下意识讥讽道：“苏新月，你要不要脸？”当众放合成照片，保镖一个耳光扇到叶磊嘴上。哥哥亲自补上一脚，敢欺负我妹妹，你是有几条命？叶磊瞠目结舌，彻底死心认清现实。我嘲笑他，逼得我哥亲自动脚。你确实挺与众不同。哥哥无奈看着我，你可真不让我省心。实习生们终于按捺不住，蜂拥而上，责怪叶磊和苏婉。苏婉，你个假货，居然利用我们，害我们欺负了真正的苏大小姐，我们的实习肯定保不住了，往后的工作怕是也有影响，你要怎么赔？还有我们之前给你的各种好处。原来苏婉在实习的第一天就见了实习生群，一开始她并没想冒充我，转折发生在她遇见叶磊那天。她对叶磊一见钟情，但自身的外貌条件难以吸引他的注意。有天，叶磊碰见他和我哥在公司说话，便有意开玩笑，说他也姓苏，是不是和苏总有亲戚关系？他神差鬼使的回复：“你猜。”自此之后，他发现叶磊对自己兴趣渐浓，甚至猜测她是苏大小姐。苏婉很喜欢被叶磊关注的感觉，于是偷偷默认。慢慢的，他的身份成为实习生群里公开的秘密。叶磊得知真相后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要不是误以为你是苏总的妹妹，我绝不会和你扯上关系。苏婉怒目圆瞪，什么意思？我为你做了许多事，你要始乱终弃？什么始乱终弃？我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苏新月，你只是我弃他的棋子。叶磊迫不及待向我示好，而我用看垃圾的眼神嫌弃地看他。啧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这么说显得很深情吧？哥哥直接将信封甩他身上。废话少说，这是集团对你们的处理结果通知。叶磊颤抖着手拆开信封，与事件有关的实习生全部辞退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叶磊一群人苦苦哀求，但哥哥不为所动，让保镖将他们通通清出去。大会正式开始，大家的关注点却在我身上，不停偷望我。我完全无所谓，反正迟早要公开，只是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。叶磊他们天天发信息求我，希望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而我全部拉黑。夜深，我准备睡觉，大学群里忽然有人甩出一个链接并艾特我，我随意点开，视频的内容却让我猛地坐起。井号苏氏集团大小姐仗势欺压实习生，导致一人欲跳楼轻生井号，而想跳楼的人正是苏婉。苏婉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对着媒体的镜头声泪俱下地控诉我。身旁的叶磊则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假装深情款款。他们还将会议那天的视频恶意剪辑，作为所谓的证据。视频中的我趾高气扬，面目可憎，而他们则是被欺辱的小可怜。不明真相的网友对我各种谩骂，有点臭钱了不起啊，把人家都逼成啥样了，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吗？这大小姐怎么穿着保安服，奇奇怪怪的，难道是个不被待见的私生女？有可能，毕竟苏总年纪大他那么多，所以他是在家里受气，在公司找人撒气。我冷笑，亏哥哥念在他们是大学生的份上，没有真的追究法律责任，他们却上赶着找我们不痛快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时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信息：苏新月，
用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问题。没一会，这个帖子的链接已经打不开，群里没看到的人都在问。叶磊暗讽：有人怕了呗。我出声：你知道造谣污蔑和敲诈勒索要判几年吗？他直接把苏婉在医院的照片发出来，那故意把人逼到绝路，这种恶劣的行为又要判几年？幸好那天苏婉要跳楼时被路人发现并救下，不然你要背上人命。我笑笑：行，既然你要玩，那我奉陪到底。苏婉张口要求我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300万，否则告到底。但公司有完整的监控视频，也有专业的律师团队，要告倒他不难。于是公司第一时间澄清，并发相关视频还原事情真相。可很多网友依然不信，而且我低估叶磊不要脸的程度。他再次把我暗恋他的事拿出来说，谎称我是因爱生恨，排挤苏婉，还找几个班上的狗腿子以及之前的实习生来为他证明。这下网友们讨论得更来劲，有钱就是好，可以颠倒黑白，还可以随意抢人家男朋友。这男的确实挺帅，对女朋友也好，不眠不休陪在医院好几天了。还有些偏激的网友来公司堵我，或是去学校门口示威，要求让我退学。哥哥担心我安全，让我暂时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，等事情平息。叶磊很嘚瑟，用陌生电话打给我，他语气嚣张，悠悠重口，你是堵不住的，尤其是仇富的人很容易被煽动情绪，你说什么都不会信。如果你抹不开面子道歉，那就赔400万，我们可以编个理由帮你洗白。我回复：我没有错，为何需要你们帮我洗白？可笑至极，倒是你们不顾一切与我作对，是打算拿到钱就消失。叶磊哈哈大笑。经过这次实习，我算是彻底醒悟，伏低做小难以出头，不如自己做老板。我懂了，他是利用苏婉打算狠狠敲我家一笔，然后自己创业，而苏婉则幻想自己会成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。我计上心来，故意沉默一会，然后幽怨道：叶磊，你真的爱苏婉吗？叶磊察觉到我的情绪，小心试探：你难道对我……算了，我有些哽咽，如今的我们是敌人。不，什么算了？你说清楚。叶磊十分着急，见我一直不说话，但没挂断。过于自信的叶磊开始疯狂脑补，然后用甜言蜜语试图攻陷我，并有意贬低苏婉，发誓只是用她气我。我捂嘴偷笑，这招虽不算高明，但却拿捏住叶磊的心理。录够后，我便找借口结束通话，继续翻查公司监控，希望寻得更有力的证据。终于在眼睛累得快要合上时，有段监控引起我的注意。那天他们被赶出去后，涉事的实习生们毫不客气地胖揍他们一顿。叶磊连连求饶，好说歹说，并承诺赔钱后，实习生们才骂骂咧咧地离开。紧接着，叶磊和苏婉小声商量之后的事情，其中就包括用舆论威胁我。我握紧拳头，好得很。第二天，叶磊照常在苏婉病床前直播，一边卖惨一边演情深。我突然带保镖闯进去，直播间的网友们顿时沸腾。哇哇，今天的直播间没白来，苏大小姐要正面硬刚了，她不就是仗着自己投了个好胎吗？小情侣别怕，我支持你们。短短几日，苏婉就瘦了一大圈，尽管她没打算真跳，但在拉扯中不小心摔倒，导致小腿骨折要手术。苏婉对我一脸警惕，而叶磊则笑容满面。
无论我是选择再续前缘，还是妥协赔偿，他都稳赚。我坦然直面镜头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播放昨晚找到的监控视频。视频中，叶磊的声音十分清晰：“婉婉，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们要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踩在脚底？与其如此，不如奋力一搏，就是得辛苦你了。”接下来，叶磊向苏婉提出假装轻生，用舆论威胁我赔偿的损招。一开始苏婉不愿意，但叶磊巧言令色，软硬兼施，一下说如果不做就不原谅他，一下说创业成功和他结婚，最后哄得苏婉答应。见事情败露，叶磊慌忙想制止我，可是保镖的速度更快，立即按住他。他无能狂怒：“假的，是苏新月造假，大家别信。”我轻笑：“我可以将所有的视频交到权威机构做鉴定，证明就是原视频。倒是你发布的那些恶意剪辑视频，敢一起送过去验验吗？”苏婉薇张嘴刚要替叶磊掩饰，我摆摆手：“你先别急，我还有一段录音呢。”然后我将叶磊昨晚对我说的渣言渣语播放出来。我绝对不是真心爱苏婉的，她连你的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对她其实就像对妹妹，兄妹之情，你应该懂的。苏婉听不下去，猛地拍桌：“叶磊，你个忘恩负义的渣男！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居然这么贬低我！婉婉，你听我说，我这是权宜之计，不是真心话。”叶磊紧张找不，网友们狂刷屏。根据我见渣多年的经验，叶磊铁定在骗苏婉无疑，神特么的兄妹之情，真把我给恶心坏了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，他不但利用痴心女友，还利用我们。我冷冷看向苏婉，好好想清楚，为这么个男人做小丑，值不值得？苏婉气得快爆炸，不再听叶磊辩解，15-10将所有事坦白，一切已成定局。叶磊无力挣扎，只好接受将要面对的狂风暴雨。寒假结束，我如常返校，但叶磊再也回不来，因为他和苏婉双双背叛。哥哥看了我在保安室揍人的视频后，叹为观止。看来你当初选择学武而不学武是正确的。我对哥哥嘿嘿一笑，听说你保镖工资挺高的，不如我毕业后。哥哥假装听不到，赶紧躲开。我不依不饶地追着他问：“行吗？行吗？行行行，随你喜欢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